住手！你们不要再打了！怎么办？一个是帝国最强战将，一个是联邦皇太子，好难选。露露，选我当伴侣，我会护你一生。让开！初初，选我当老公，我能给你想要的一切，你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请把陆小姐交出来，她更适合做我的老婆，否则今日我就要踏平整个皇室了。我瞄准穹顶，我数到3，城墙也得跟着灰飞烟灭。原来是女孩穿越到了一个星际兽世，这里是一个女尊男卑的时代，而女孩更是这里的唯一胎生雌性。不仅高冷战将为她秒变奶狗，连皇室太子都甘愿给她做小，可是女孩却被系统告知在这里只能存活31天，只因女孩绑定了多子多福系统，只有完成受孕才能获得奖励和生命值。此时达伦发现了女孩，并将她抱起带回了飞剑。刚进入飞剑，陆初白突然睁眼，映入眼帘的是一双毛茸茸的白色耳朵，隐在柔顺的银色头发中。往下看，是一张面容英俊、五官犹如雕塑般精致的男人，帅是真帅，就是面色很冷，生人勿近的样子，有点凶。你醒了吗？女孩一脸惊恐，小脸煞白，湿漉漉的瞳孔因为害怕而颤抖着。你是谁？快放开我！他激烈的挣扎起来，双手挥动着，然后一不小心一巴掌打在达伦脸上。堂堂星际联邦5星上将直接被打懵了。周围的士兵见到陆初白动手这一幕，也震惊的瞪大了眼睛，还从来没有人敢对达伦上将动手。此时女孩也似乎意识到了，眼中惊慌又愧疚，她咬着唇，一副想要道歉又不安的样子，但更多的还是抗拒戒备，一眨不眨的盯着达伦。别怕，没事的，我不会对你做什么，我想要救你。陆初白怯怯地看着达伦，谢谢你，还有对不起。突然系统在女孩的脑海中出现，检测到精神 SSS 级的兽人雄性，姓名达伦诺斯，种族狼兽人，年龄77，性格高冷霸道，天赋闪现，请宿主把握机会。还有，宿主在受孕开始的那一刻，生命倒计时将停止，每生下一个孩子奖励3年的寿命。达伦正打算开口，忽然感觉到了异样，女孩的一只手触碰到了正用尾巴尖轻抚着自己小腿的毛茸茸的白色大尾巴。可以摸一摸吗？这尾巴撸着好治愈啊，好可爱。达伦愣住了，火辣的温度爬上耳朵尖，准确来说他还有些僵硬，他都不知道自己的尾巴和耳朵是什么时候露出来的。耳朵尖控制不住的立了起来，达伦第一次有些尴尬的无地自容。可以，达伦生硬的开口，然后又尽量让自己的笑意友善，怕自己吓到他。陆初白也是放松了下来，软声夸赞道：你长得真好看。达伦愣住，刚退却下去的一丁点热度瞬间攀升，燥热迅速弥漫整张脸。夸他的人太多，可夸好看的只有眼前的雌性了。此时的陆初白心中暗喜，这个雄性脾气还算是不错，自己打了他一巴掌，他居然还能这么温柔，还算是可靠。只有31天的生命，我得抓紧时间了。陆初白唇角勾起恬静的笑意，一抬眼正好和达伦对视，只见达伦身后的尾巴直溜溜的翘起来，接着不受控制的开始猛烈摇晃。达伦心里在咆哮，怎么能笑得这么好看？一旁的下属看见了这一幕，都瞪大了眼睛。达伦立刻尴尬的将自己的耳朵和尾巴收了回去。达伦上将也没想到自己活了这么多年，居然第一次这么失控。为了掩饰自己的尴尬，达伦说：我可以抱你去睡眠舱休息吗？这对你的身体有些好处。陆初白轻轻点头，达伦抱着陆初白向睡眠舱走去。有我在，我会永远保护你。达伦将陆初白放到睡眠舱，你身上受了很多的伤，现在先在睡眠舱里面待一会儿，很快就到医院了。达伦说完准备离开，陆初白一把抓着他的手臂，没有松开他的意思。达伦索性就坐在睡眠舱的旁边，我就在这里陪着你。你叫什么名字？可以告诉我吗？陆初白，你呢？我是达伦诺斯，星际联盟最高指挥官，军衔5星上将。两个人互相介绍了一番，但更多的还是达伦在讲述自己的家庭状况。他从来不是一个这么多话的人，但看着眼前眼巴巴又带着崇拜目光看着自己的少女，他一股脑的将自己所有的荣誉和资产都说了出来。飞剑很快就到达了目的地，星际皇家医院的上空。接收到消息的军部乃至星际联盟的所有高层政客已经全部都等在了这里。陆初白站在舱门口，有些不敢动，他感受到了很多目光，一时间难以适应，更加有些怯懦。达伦感受到陆初白很紧张，于是抱起他缓缓地走下飞剑。当达伦抱着陆初白走下去的时候，所有人的目光看着他，皆是狂热、兴奋、激动，各种复杂的情绪交织在一起，跃跃欲试的想要伸头凑过来，再近距离的看一看这位少女。我是星际和平联邦总统戈勒亚历山大，我代表整个星际联邦由衷的感谢你的到来。总统居然也亲自过来了，这还真的是有点受宠若惊呢。陆初白心里想着，我也很高兴见到你，
总统。好，很好。总统连说了好几个好，赶忙让早已经等候多时的医护人员上前来。在送进去医疗舱里面检查的时候，陆初白不舍得抓着达伦的手臂。达伦低声安抚他：“这里非常的安全，你先进去给身体做一个详细的检查，我在外面等你。”陆初白乖巧的点头：“好，我会马上出来的。麻烦你等等我。”女孩满眼都是他，将他当成了唯一可以依靠的人。好，一定。达伦捏了捏他的手，看着陆初白进入了医疗舱，他这才转身去了另外一间会议室。这里已经坐满了人，正中间的蓝色屏幕上面显示的是陆初白的身体信息和状态，一览无余。他居然没有精神力，身体也实在是太弱了，他需要我们最高级别的保护。眼下的当务之急是给他找到最合适的监护人来细心照顾他。达伦沉默了片刻之后，正打算开口，就听见亚历山大总统抢先一步：“现在既然大家都在这里，就先讨论一下他之后的监护人吧。”亚历山大总统的话音刚落，大屏上面就出现了整个星际年龄适配没有配偶的最优秀雄性。达伦看了一眼，发现他才排到第3位。虽然他也很优秀，但是整个星际和平联邦比他更优秀的雄性且位高权重的大有人在。例如排在首位的亚历山大总统的儿子皇太子兰森。达伦失落地垂下脑袋，总统这么迫不及待，很显然就是想要让陆初白成为皇室儿媳。达伦无话可说，因为皇太子确实非常的优秀，足以配得上陆初白，没有人能够和他争。达伦从来没有此刻这么自卑，这么痛恨自己不够优秀。总统脸上控制不住地扬起了笑容：“达伦上将，此次你是最大的功臣，稍后和平联邦委员会将授予你最高的荣誉奖励。现在你可以先回去休息了。”达伦猛然抬起头，有些震惊地看着总统。很明显，亚历山大总统已经看出来陆初白非常的依赖达伦上将，所以此时故意想要将他调走。总统，我可以再等一等吗？等他出来和他告别。你放心吧，皇太子作为他的第一监护人，马上赶来，会好好照顾他。飞剑已经停靠在外面，有人恭敬地请达伦上将离开，他握紧了拳头，只能服从命令。达伦刚进入房间，近日一直压抑的尾巴和耳朵瞬间冒了出来，他的身体也开始发热暴躁。达伦感觉自己有些失控，他的体内像是有一头野兽，横冲直撞的想要找到突破口。抑制剂，快点将所有的抑制剂拿过来！达伦上将开始了他成年后的第一次发情。皇家医院内，陆初白拒绝了兰森亚历山大的怀抱，只是问：“达伦上将呢？他说在门外等着我的。”达伦上将临时有事离开了，我是星际和平联邦的皇太子，以后由我成为你的监护人，负责照顾你。陆初白失望地低下头。这时系统音在脑中响起：“宿主请注意，检测到精神 SSS 级的兽人雄性，姓名兰森，种族虎兽人，年龄75，性格冷血狡猾，天赋斩杀，请宿主把握机会。”陆初白在看见总统的那一刻开始，就知道达伦不一定还有资格会守在自己身边，比他强的顶级雄性很多，但他觉得达伦应该更加的好掌控，特别是相对于眼前这个高傲的兰森皇太子来说。陆初白低声问：“我可以拒绝你吗？”天之骄子兰森皱了皱眉头，有些不敢相信陆初白的话。虽说雌性珍贵，胎生雌性更加的珍贵，但是他可是星际和平联邦的皇太子，他身份尊贵，实力更是毋庸置疑。骄傲如兰森抬起了自己冷傲的下巴：“你当然有这个权利，但你也记住，你只有这一次机会。你确定要拒绝我吗？”陆初白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确定、一定以及肯定。”兰森猛地提起了一口气：“那你好好休息。”兰森撂下这句话，面色阴冷地走了出去。陆初白光着脚踩在冰凉的地面上走出病房，看到走廊的尽头站了许多的人，兰森就在其中。达伦上将提前进入了发情期，已经陷入狂暴状态，抑制剂对他也没有任何效果。现在他已经被送到隔离舱，必须尽快给他匹配到可以压制、帮助他疗养的雌性配偶。越是强悍的雄性，在进入狂暴状态的时候，越是容易失控。如果放任他的精神力长期处于躁狂状态，那么该雄性就会彻底丧失理智，永远保持兽性。陆初白听到这里，心中窃喜，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回到房间，拿着医院地图，便从窗户翻了出去。同一时间，总统从兰森的口中得知陆初白拒绝了他。他先是吩咐刚才禀告的医生：“达伦上将忽然发情，也有可能是受到了核辐射的影响。稍等片刻，我已经为他开通了优先权限，马上就有与他高度适配的人造雌性过来。”然后又苦口婆心地对兰森说：“他现在身体和精神状态都非常的虚弱，对你有戒备，心也很正常。你们需要慢慢的培养感情。”说着又严厉地警示兰森：“作为皇室皇太子，你必须成为这胎生雌性的第一任配偶，没得商量。”于是兰森只能黑着脸再次前往病房。谁料陆初白已经不见了。到了隔离舱，隔着玻璃，陆初白看到达伦抱着头蹲在远处的角落里，地上都是用过的抑制剂，多达几十瓶。看来他
他的样子真的有些严重。达伦上将，陆初白趴在小小的窗户，用手拍打玻璃，终于引起了达伦的注意力。他双眼发红，盯着陆初白看了一阵之后，猛然冲了过来。越是靠近陆初白，鼻端的信息素就越发的浓郁。达伦觉得自己躁狂的神经有了一丝安抚，他深吸了一口气，由心底生出来更多的欲望，疯狂想要拥有更多的气息。快走，不要靠近这里。陆初白却冲他浅浅一笑，然后让系统将身体内的信息素尽可能的释放。达伦一时间呆住，随后就瞳孔放大，惊恐的看着陆初白的举动。陆初白打开了隔离舱的大门，在达伦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一头扎进了他的怀抱中。达伦身体僵硬，双手保持着张开拥抱的姿势，好一会儿都不敢回抱陆初白。陆初白的脸颊在他的胸口蹭了蹭，娇美纤瘦的身子在他宽阔的胸膛显得更加柔弱，然后仰着一脸委屈的小脸。达伦上将，你是不要我了吗？达伦喉咙沙哑的不成样子，浑身都在颤抖。怎么会？他有些贪婪的闭上眼睛，告诉自己只抱一抱他也好。鼻端是他身上迷人的气息，令他沉沦无法自拔。达伦感觉到自己体内的狂躁因子似乎得以安抚，他得到了片刻疏解。达伦低着头，循着气息散发的方向，控制不住的吻了上去。陆初白踮着脚尖，被他的一只大掌整个托起，禁锢在怀中。他双手撑着达伦的坚硬的胸膛，承受着他越发失控凶猛的亲吻。达伦上将，放开他！兰森和总统带着人赶了过来，其他的士兵见状，也全部都戒备的举起了盾牌，保护在总统的面前。躁狂的兽人太过恐怖，力量和速度都是往常的数十倍。一旦他丧失理智，恐怕这里的人都不是他的对手。大家甚至举起了武器。达伦上将，请放开他！刚才惊恐怒吼的声音现在变成了哀求，所有人都紧张地看着达伦。达伦似乎清醒了一些，低眸深情地看着怀中的少女，他正微微颤抖着，双眸水盈盈的，泛着娇弱的迷蒙，唇瓣已经被他不知怜惜地吻到红肿，红润透亮的似乎要破掉了。达伦颤抖着手，真爱着捧住陆初白的脸颊。乖，你过去吧，我会控制不住伤害你的。为什么？你是发情了吗？达伦点了点头。我是雌性，我可以安抚你。达伦上将，你确定不要我吗？少女软弱的嗓音带着蛊惑力，明明是很温柔的，却有摧毁一切的力量。达伦控制不住的收紧手臂，将陆初白抱在了怀里。他最后还难以确定的询问：你真的答应要让我当你的配偶吗？达伦上将，你难道要成为整个星际联邦的叛徒吗？他不是你能够染指的，放开他！兰森暴怒。达伦直直地看向亚历山大总统。总统阁下，他有自行选择受夫的权利吗？还是说他只独属于你们皇室？而听见这句话的陆初白有些害怕地往达伦的怀中缩了缩，他希望达伦能够给力一点，他可不想自己做任务，还将自由给失去了。察觉到陆初白的不安，达伦心中下定决心，他不能让陆初白留在这里。亚历山大总统沉思片刻，微微笑了笑。选择权当然在他自己的手里，他想选谁当配偶是他的权利。可是达伦上将，你现在的情况非常危险，而他没有精神力，无法安抚你，你会伤到他的，难道你忍心吗？陆初白靠在达伦的怀里，小手紧紧地拉着他的衣襟。达伦上将，我好害怕那些人。现在他选择了我，我将成为他的第一配偶。达伦说完，召唤来飞行剑，单只手抱着陆初白离开了医院。其他的人想要追赶，但是被亚历山大总统阻止。不能伤到他，去找星际联邦最好的医生，去达伦上将的别宫。一进入飞行剑，达伦所有的自控力彻底疯狂，他眼眶发红，盯着陆初白的目光极具侵略性。达伦握紧了拳头，怒力克制道：我对于你来说也很危险，我送你去安全的地方。陆初白拉住了达伦的手，掌心托着他紧握的拳头。难受吗？别这样握着了。达伦抽回自己的手，绷紧了后背，转过身去。我没事，你去那边的机舱吧。随着他的声音落下，飞行舰的另一间舱门打开，女孩并没有离开，而是从后背抱住他的腰，将自己的脸颊贴到他此刻紧绷坚硬如铁的后背上，用柔软的唇吻了吻。我不要，我要在这里陪着达伦上将。你救了我，我也想帮助你。达伦伸手想要拿开陆初白圈住自己的手臂，谁料女孩直接将自己小小的手掌塞进去了，她滚烫的掌心。你知道的，达伦上将，我选择了你，我不后悔的，请不要放开我。达伦转身将人压在了机舱的墙壁上，深邃的目光打量着勇敢又带着胆怯的少女。达伦哑声一字一句问：再给你一次机会，你走吗？4胎丸都吃了，你让我走。陆初白浅笑，勾住了他的脖子，踮起脚尖将自己送了上去。第二天，达伦上将穿着自己最高规格的军装来到了总统办公室。兰森坐在一旁，一脸的阴郁，深邃的目光死死地盯着站着笔直的达伦。他想，达伦上将现在一定非常的得意。你的意思，他没有精神力，去
能够安抚你吗？达伦挺着胸膛，下巴高高扬起，两只手臂直直垂在裤管中间，任谁都能够看得出来，他此时春风得意。是的，总统阁下。达伦上将，你依旧违反了军令，我接受一切惩罚。亚历山大总统眯了眯眼睛，喊来了人。按理说，达伦上将本应该被监禁，但现在陆初白确实选择了你作为他的配偶，你应该尽好保护照顾他的责任，所以便将监禁处罚改为电鞭，击打300下。普通兽人100下都会受不了，别说300下了。亚历山大总统这样的处罚绝对带着私人恩怨，但达伦欣然接受，跟着士兵一起下去了。兰森不甘心地开口：“父亲为什么要同意让达伦上将成为陆初白的配偶？这是我能阻止的吗？兰森，你已经错过了一次机会。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达伦上将是帝国最强战将，他为星际联邦做的贡献以及整个诺斯家族的影响力不亚于皇室威严。当时星际联邦还有这么多的政客在旁看着，他们都在等待机会。父亲，我懂了。他想着，反正自己和陆初白的监护人信息在医院的时候已经递交上去了，绝不能再慢达伦一步了。恭喜宿主成功受孕，希望的种子已经发芽，本系统将持续关注宿主的身体健康，宿主无需担心。暮色四合，当陆初白被系统唤醒，醒来的时候，已经在达伦的别宫，古典华丽的欧式风格让陆初白有一种到了圣彼得大教堂的肃穆端庄感。他光着脚踩在地上粉色的毛毯上，刚走到门口，还未伸手拉开门，外面的门就被打开。达伦穿着一身黑色的家居服，一只手还端着一杯加热过的营养液，看见陆初白居然光着脚站在地面上。他立刻伸出强有力的手臂，揽着他的腰，轻而易举地将人抱在了怀中。陆初白伸手环住他的脖子，敏锐地注意到达伦皱了皱眉头，靠近他，还能闻到他身上的血腥味道。你受伤了。达伦将陆初白抱回去了床上，温柔道：“你还疼吗？刚才医生已经来看过陆初白，也给他的身体做过详细的检查，得到的结果并不好。”达伦此时深沉的目光深处藏着浓重的担忧。陆初白反应过来达伦问的是什么意思，脸色红扑扑的，他有些害羞地钻进去了被窝里面。达伦看着他这个样子，整颗心都要被融化了。你这么害羞怎么办？我还想给你上药呢。陆初白从被子里面露出脑袋来，卡子兰般大的眼睛眨了眨。达伦上将，现在你是我的配偶了吗？陆初白的话本该让达伦开心的，可达伦却面露难色。他从皇室回来就直奔星际信息管理局，可被告知现在信息网正在维护，暂时还录入不了配偶的信息。还没有。陆初白没有再继续这个话题，转眸看向了周围的环境。这里是达伦上将的住所吗？是的，以后也是你的。达伦握紧了陆初白的手，将营养液端了上来。你先补充一点营养，我来喂你。陆初白本来想要拒绝，但达伦已经坐到了他的身后，宽阔的胸膛将他整个人包裹其中，微微用力就将他抱到了他的怀中。陆初白看着这绿色的液体，实在是有些难以下咽。这里高科技发达，却没有了肥宅快乐水、美味的烧烤麻辣烫。陆初白闻到这个味道就不想喝，还没有开口拒绝，就听见了外面的动静。男仆敲门走了进来。达伦上将，兰森皇太子来了。达伦面色一沉，将陆初白紧紧抱住。陆初白一脸的慌张，问：达伦上将，你依旧是不愿意留我在身边吗？不是。达伦立刻表态。陆初白又想起来了在医院的事情，低声问：兰森皇太子好像也说是我的监护人，他会和我们一起吗？那我以后是不是就不能单独和达伦上将住在一起了？达伦立刻给出承诺：我以诺斯家族唯一继承人的身份向你保证，我一定保护好你，尊重你，爱护你。陆初白雀跃的如同一只归巢的小燕子一般，扑到了达伦的怀中。达伦上将，我相信你。兰森进来时，就见到达伦正忘乎所以的捏着娇小少女的下巴，将她托在掌心里面深吻着。一向冰冷深沉的达伦上将，从未有过的温柔深情。兰森将拳头捏得咔咔作响，达伦反应过来，立刻将陆初白搂在了怀中，警惕地看着门口。达伦上将，我来接陆初白。兰森皇太子，我想你应该早就明确地知道，他已经选择了我。陆初白被达伦护在了身后，伸着脑袋看着对面剑拔弩张的兰森。达伦上将，你身为星际联盟的唯一一名5星上将，应该更加懂得，他是我们整个星际联盟的瑰宝，不属于任何雄性的，他是属于我们整个星际联盟的，你不应该将他独自占有。兰森知道，如今要是强行和达伦争抢，他不会放手。从刚才他真实陆初白的痴迷姿态来看，这个时候要是提起这件事，无异于火上浇油。兰森在赌达伦上将以及整个诺斯家族对于星际联盟的忠心和责任感。达伦从兰森的话中听出来了威胁，他其实也想过这个问题，但此时陆初白这么信任他，他不想要让陆初白失望。但是星际联盟的法律也说明了，我们更加应该尊重雌性的选择，他选择了我。兰森眼中泛着幽光，那骄傲的气度一点点凝结成霜。兰森释放出来强大的精神力，企图镇压达伦。达伦的天赋是闪现，虽然威压很强，但是他遇到的这是兰森。兰森的天赋是复制，他可以复制任何的天赋，并且如数奉还。此时兰森就是这样毫不留情地对付达伦，肃杀的气息逆流而来，熟悉的威压笼罩住达伦。虽然他能够扛得住，但才被陆初白安抚没多久的暴躁因子也因此再次被唤醒。这也是达伦第一次见识复制天赋的威力。兰森自信一笑，更进一步逼迫达伦。
好烦。陆初白不喜欢别人打架，特别是当着自己的面，陆初白只能面色痛苦的嘤咛一声，阻止他们的行为。达伦上将，我有些不舒服。陆初白皱着眉头，很是不开心的瞪着兰森。达伦收回精神力，将陆初白心疼的抱在怀中。兰森皇太子，你会伤到他的，他的身体很弱。你说你是他的监护人，可是他不需要一个不心疼他的监护人。达伦心疼的捧着陆初白，转身对着高傲的兰森语气呵斥。陆初白心疼的摸了摸达伦的脸颊，看向了对面的兰森。他面孔稚嫩，语气软绵，但也不失倔强和一丝霸气。兰森皇太子，你太凶了，还请不要打扰我了。陆初白的话让兰森受伤，又激起了他的好胜心。兰森胸腔窝着一腔怒火，只能暂时离开达伦别宫，之后从长计议。皇太子阁下，关于达伦上将想要录入和陆初白的解偶信息的事情，需要继续拒绝吗？回到自己住所的兰森收到了这则信息，他想到那双抗拒冷漠对着自己的眼睛，心头更是升起了无名火。拒绝。随后，兰森将达伦上将发情失控的事情散播了出去。诺斯老夫人第一个收到了这消息，并且联系了达伦别宫的管家内利卡，证实了达伦发情失控的事情。达伦作为诺斯家族唯一的继承人，他发情的时间实在有些晚，这么多年达伦都没有动静，家族质疑的声音、不好的传言，这些都让诺斯老夫人备受压力。诺斯老夫人立刻联系相熟的人走了后台，强行将排在最后面的达伦真偶的信息提前了。诺斯达伦上将的名声在星际联盟还是非常响亮，无数的人造雌性都视他为理想型。很快，真偶系统就给诺斯达伦匹配了好多符合的人造雌性。诺斯老夫人也从中挑选了几个门当户对的人造雌性，约定好了见面的时间。次日，陆初白醒来的时候，并没有看见达伦。陆初白独自走到了1楼的客厅，就见到客厅坐了一位穿着端庄秀气的人造雌性，他正优雅地端着杯子喝茶的空隙，很快也察觉到了脚步停在楼梯口的陆初白。你是达伦上将的什么人？为何会出现在他的别宫？你是特地来找他的吗？米兰西点了点头，语气有些得意。我是来和他相亲的。达伦上将正在紧急寻找配偶，我和他的匹配度是最高的。陆初白的表情并没有米兰西想象中的生气，他微微一笑，甜美的面容中带着乖巧。可是达伦上将明明答应我，他只是我一个人的，你是不是搞错了？是达伦上将要你来的吗？这件事情绝对不会搞错的。达伦上将在哪里？陆初白四下看了一眼，他好像一早就出门了，我早上起来并没有看见他。米兰西跺了跺脚，转身快步的离开。陆初白去到别宫的大草坪上散步，就听见了2个男仆正在讨论刚才的事情。看来现在整个星际联盟的人都知道达伦上将已经发情了，许多垂涎他的人造雌性都跃跃欲试呢。刚才那位的身份也不简单，可是著名机甲制造师的女儿。虽说她现在已经有了9个受夫，但她也一直明确的表示想要和达伦上将联姻呢。2个人正聊着，就见到陆初白正一脸好奇的看着他们。2个男仆有些慌张。初白小姐，你是在找达伦上将吗？陆初白展露出来一个温柔的笑容。达伦上将有其他的婚约在身吗？2个男仆瞬间被这耀眼的笑容迷得忘记了自己本来要做的事情。达伦上将应该是没有其他的婚约，但是这么多年他都没有自己的配偶。诺斯老夫人也非常的着急，经常给他安排相亲。初白小姐放心，你是第一个在达伦上将别宫里面居住的雌性，达伦上将对你真的非常好。陆初白很快就在城堡的后院的一间房间里面找到了达伦，他此时正赤膊在给自己的后背上药，他的手臂不够长，拿着药剂试了好几次都没有将其撒在伤口上面，直到陆初白出现，接过了他手中的药瓶。露露，达伦一扭头见到陆初白过来了，立刻有些紧张的想要站起来。陆初白伸手按着他的肩膀，让他坐回了原地。别动，怎么受了这么重的伤？陆初白轻轻地吹拂着伤口，馨香温热的气息喷洒在达伦的皮肤上面，让他的身体立刻僵硬起来，伤口也因为这紧绷流血更加的严重。只是一点小伤。达伦缓缓摇摇头，并不想将自己受到处罚的事情告诉陆初白。陆初白见他不愿意多说，也就没有过多询问。给他的伤口处理好了药之后，达伦就抱着陆初白回去了房间。正在这时，诺斯老夫人的视讯传来，达伦有些紧张地看了一眼陆初白。我先回避一下，以后你的伤口我来给你上药，你不能自己来。达伦点了点头，目送陆初白离开。陆初白刚走到了院子里面，就见着一辆飞行舰停在半空，从飞行舰上面延伸出来一道阶梯，一个姿态美艳的人造雌性走了下来。而在书房的达伦听闻了诺斯老夫人的话，立刻明白了一切。达伦匆匆赶来了前院，果然就见到陆初白正和一个人造雌性面对面。没想到达伦上将早已经金屋藏娇，并且还是一位极其罕见的胎生雌性，那他还要相亲？难不成是特地喊我过来羞辱我的吗？达伦下意识地看向陆初白，绝对不能
让他知道相亲这件事，露露会伤心，会生气的。这和他没有任何的关系。还有，我从来没有意向相亲，还请你离开。达伦语气极为冷漠，将陆初白挡在了身后，遮挡了蒂芙尼全部的视线。蒂芙尼咬牙，脸色有些难看。身为一个受到许多雄性追捧的人造雌性，他还从来没有吃过这样的闭门羹。达伦上将，你也太没有绅士风度了！哼！蒂芙尼扫了一眼被达伦保护在身后的陆初白，气愤地离开。达伦很是紧张地看着陆初白，捧着他的一双手。露露，不要误会我，我从来没有想要相亲，我只想成为你的配偶。陆初白抽回了自己的手，咬着唇轻声说：达伦上将，这已经是今天早上第2个上门的了。达伦表情懊悔，都是我的错，但我绝对没有其他的心思。露露，我会处理好这一切的。达伦去了书房处理这件事情。陆初白正在院子里面晒太阳，这时一个男仆送上来了一个盒子，盒子里面放着的是红色宝石镶嵌着的光脑，就像是手环一般。陆初白刚伸手，光脑就像是找到了自己的主人，直接锁定在他的手腕上面。陆初白打开光脑，看到蓝色头像框下方的详细信息：社交账户及私密信息栏显示第一监护人为兰森，便知光脑是兰森所送。此时达伦上将的真偶信息探出，他正位居热搜第1，评论多是追捧其履历、颜值、家世与人品，人气极高。陆初白顺着评论找到诺斯老夫人的账号，发现他10小时前发布了为达伦挑选配偶的动态，而承诺去处理的达伦已经因为紧急事情召唤，就匆匆的上去了飞行间。直到晚上，达伦上将也才回来。他将陆初白拥在了怀里，毛茸茸的大尾巴将陆初白的细腰缠住，脑袋还一个劲的往他的锁骨处拱。达伦上将，你今天好像很忙的样子。达伦有些疲惫的点了点头。那你要处理的事情都处理好了吗？达伦眼神闪了闪，都已经处理好了，以后不会再有人造雌性过来和我相亲了。露露，不要生我的气，好不好？我怎么会生达伦上将的气呢？陆初白冷淡的脸颊在达伦上将的胸膛蹭了蹭，两只手无意识的撸了一把达伦的尾巴，他立刻将自己紧紧拥在怀里。达伦忍不住从陆初白的额头一路亲吻到他的锁骨，而陆初白的心不在焉。陆初白在想达伦回来之前，自己刚看见的一条最新信息，有人询问达伦上将是不是早已经有了配偶人选。诺斯老夫人的回答是还没有，自己不是星际兽氏唯一的胎生雌性吗？难道自己还不够优秀，所以达伦才没有将自己的存在告诉自己的家族？那他所说的解决了相亲的人造雌性的事情又是如何解决的呢？接下来的1个月时间，陆初白老老实实的待在别宫，他的身体也已经完全的适应了星际。今天一大早，达伦给陆初白端来了营养液。我觉得我的身体现在好的差不多了，达伦上将，我可以不喝吗？乖露露，这是特地为你调制的营养液，对你的身体有好处，先喝一点行不行？陆初白依旧抗拒的摇了摇头。达伦也是极其的有耐心，小心翼翼的哄着陆初白，能喝一点是一点。同一时间，兰森收到了医生的详细报告，他看着报告上面其中的一栏，目露幽光，胎生雌性看着这么柔弱，居然会这么快就怀孕了。兰森握紧了拳头，他点开了光脑上面的短信框，输入内容：你和达伦上将结为配偶了吗？陆初白扫了一眼光脑上面传送来的信息，拉住了达伦的手。达伦上将，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结为配偶？他能够理解达伦，但也想再给他一个机会。达伦将陆初白抱在怀中，深吸了一口他身上甜菊一般的美好气息。最近信息网那边还在维护，我马上过去问问。露露这么等不及了吗？达伦的语气带着调侃，见到怀中的少女低下头，他以为陆初白是害羞，捏着她的下巴就想要索吻。陆初白眸光微暗，清秀的眉头极不可闻地皱了一下，将人推开了。露露是生气了吗？达伦捧着陆初白，见他想要挣扎，将人抱得更加紧了。没有，我有点累了。达伦立刻抱着人回到了房间，将陆初白塞进去了被窝，还顺势坐在了一旁。睡吧，露露。达伦轻哄着陆初白，见他呼吸平稳，这才走了出去。达伦一边往书房而去，一边打开光脑。达伦上将，已经查出来了，是兰森皇太子手下的人将你发情的信息透露出去的，而且信息网似乎早已经维修好了。上次的病毒侵入并不是外邦的人做的。听见这话，达伦脸色黑沉，刚才从陆初白房间出来没有散尽的温和，瞬间变成了幽冷煞气。看来皇室不会善罢甘休，兰森居然会使出这样低等的手段。正在这时，诺斯老夫人的视讯也弹了出来。达伦扫了一眼，继续吩咐说：既然我的信息现在在网络上热度高，那就不必管，只是你要注意，千万不能让露露的消息被透露出去了。陆初白身份特殊且身体虚弱，曝光后一遭争夺，后果难料。达伦顾虑到自身关注度高，若与他结偶登记，会泄露其信息，且兰森好胜心强，自己成为他第一配偶，可能引来皇室报复，让他无法安稳生活，遂决定暂缓结偶事宜。他吩咐完，这才接起诺斯老夫人的视讯。母亲，你有什么事情吗？你为什么把我给你挑选出来的高等人
人造雌性都给拒绝了。你知道现在整个家族是如何说你的吗？达伦，你是诺斯家族唯一的继承人，你不是一个人，你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整个诺斯家族。我希望你能够清楚地记住这一点。达伦本来想再次说明，让诺斯老夫人不要再安排给他相亲，但是想到那会吩咐下属的决定，达伦沉默了下来。是，母亲放心。对于达伦的态度，诺斯老夫人还有些惊讶。这么说，你同意相亲了？同意。不过就目前我所了解的那些人造雌性，我都不太满意。我觉得母亲还应该再细心多加挑选一下，最好是将整个星系其他国家里面的雌性资料也都了解一番。我想要的雌性不能有其他的配偶，性格也必须要温柔善良的。达伦想给诺斯老夫人增加一些难度，想必也不会再将其他乱七八糟的雌性往他面前说了。我的儿子这么优秀，可是赫什列特星球最强战神，会有很多的高等雌性愿意为你放弃其他的配偶。挂断了电话，达伦打算去房间里面看看陆初白，谁料就听见楼下传来了声音，是兰森带着一行人来了。兰森皇太子有什么事情？我的别宫不需要这么多陌生人进入，这些是给我的被监护人准备的。听闻他最近的食欲不好，我将皇室最顶级的营养师也调换了过来，专业给他制作喜欢喝的营养剂。我想初白小姐一定非常想见他的监护人。不可能，露露一点也不想见到你。一向是沉稳的达伦此时已然炸毛。是吗？你确定？兰森皇太子，如果没有什么事情，还请离开。兰森却看向达伦的身后。初白小姐，你说呢？陆初白眸光冷然，他看向了表情一寸寸陷入难过的达伦。达伦也在看着陆初白，他急忙来到陆初白的面前，将兰森的视线全部都遮挡，浑身的气势收敛，面色极为温柔。露露，你别担心，我不会让任何人将你带走的。陆初白缓缓摇头。是我约兰森皇太子来的。达伦面色疑惑，半天没有反应过来。兰森皇太子说今天有个关于新一代人造雌性的发布会，我想去看看。可是你的身份，这会很危险。露露，如果你想看，我可以找负责人过来亲自给你讲解。陆初白秀眉皱了皱，温和的目光看向达伦，可却让他有一种莫名的紧张感。达伦上将，你能办到的事情，难道我办不到吗？达伦没懂兰森的意思，但陆初白已经往楼下走了。陆初白像是没有听见达伦的声音，并未回头，坐上了飞行剑。陆初白往下面看，达伦正直勾勾盯着他，满脸的难以置信和慌张。尝尝这个新品营养液。不要。兰森并未多说，将杯子放去了一旁，随即手腕上面的光囊将蓝色屏幕对着陆初白。兰森极为有耐心地给陆初白讲解起了雌性在星际兽世的消亡史，一直到研究人造雌性遭到的强烈反对的发展史。到如今，人造雌性已经成为了星际兽世不可缺少的生命体。如果这个世界没有雌性，恐怕雄性也会在一次次精神力失控中永远返祖，变回兽的形态。所以我仅代表星际兽世感谢你的出现。人造雌性就挺不错。陆初白想起母亲常对自己恶语相向，为了生你，我落了一身病，你却没用又半死不活，拖累全家。他记得自己那个时代，很多女人不愿生孩子，因生育是束缚，还需承担巨大风险与责任。而星际的人造雌性可通过科学手段体外受孕，不影响身体，无痛苦后遗症，对女性身体十分友好。兰森敏锐地察觉到了陆初白的不悦的情绪变化。你是在想达伦吗？后悔跟我一起出来了？不是。刚巧飞行剑落下，陆初白站了起来，两个人从 VIP 通道进去了内场。兰森早已经提前清场，陆初白一个人，多余的人都没看见。兰森皇太子，著名科学家斯宾塞鲁道夫问候了兰森，一双眼睛狂热地盯着陆初白。陆初白神情温和，眼中却含着冷漠。你好，斯宾塞教授，我是陆初白。你好，你好，没想到是真的，真的是古人类。他的手颤抖着伸了上来，想要和陆初白接触握手。陆初白还未抬手，就见兰森挡在了自己的面前。斯宾塞教授，开始吧。斯宾塞遗憾地收回手，意识到自己激动的有些失态，连忙收敛表情，邀请着两个人进去了另外一个房间。这里摆放着新一代的人造雌性模型，如果不是这呆滞的眼神，完全看不出来这是人造的。就连他的皮肤、温度、毛孔都是一个真正的人类样子。斯宾塞在一旁细心地给陆初白讲解演示着。发布会外面还有展厅，陆初白见兰森和斯宾塞在交代什么，便独自一人在展厅欣赏。这里有许多历史上出色的雌性、人造雌性以及细胞基因学，都以艺术和纪念的方式展现在陆初白的面前，直到他停留在一幅白色调的画布前。这上面的人画的是陆初白，画中的陆初白躺了病床上面，面色红润，身形瘦弱，黑色海藻一般的长发铺满了枕头，脸颊微微歪着，正在沉睡着。陆初白正看得出神，就感觉到身边一抹炙热温度笼罩着他。他扭头就见到高大的达伦正垂着头，悄悄用手指勾着他垂在一旁的手指。陆初白见到他身后的白色大尾巴，头顶银白色发丝中的耳朵也都耷拉了下去，一副认错的样子。
你怎么来了？见到陆初白和自己说话，达伦立刻将陆初白抱在了怀中。露露，我错了，我道歉，你别生气好吗？达伦上将，我没生气。陆初白揉了揉他有些乱的发顶，达伦抓住陆初白的手，放在唇角吻了吻，满眼受伤的看着陆初白。露露，你以后要跟着兰森皇太子吗？我是初白小姐的第一监护人，她当然要跟着我。这时兰森走了过来，继续说道：皇室有最顶尖的医疗，可以更好的照顾初白小姐，让她的身体更快的恢复。达伦立刻紧张的将陆初白搂得更加紧，嗓音沉而厉：不行，你不能带走她。初白小姐，我想我才是你最好的选择。露露，我也会尽全力的照顾你的。两个人的目光太过火热，都在等着陆初白的决定。